因为人数众多，发放塔令也需要一些时间。对楚风做出下马威后，那黄甫江心与黄甫江月则是回到了他们先前所在的战车之中。那黄胡子长老也是跟着一同进来了。少爷、小姐，何必与那外人一般见识？他们只不过是你们的垫脚石而已。黄胡子长老说道。你没看到那小子有一位天龙界灵师做靠山？黄甫江心问道。自然是看到了，确实没想到这世界内还隐藏着这么一个高手。不过黄甫战天大人不是都被你们请来了？有黄甫战天大人坐镇，区区一品天龙又能如何？其实根本不用黄甫战天大人出手。老敷衍。黄胡子话到此处，一股寒意却是笼罩此地。我只是让他清楚这里谁是主人，莫要以为有个天龙界灵师跟着便可嚣张跋扈。而你是何意？你竟以为我是忌惮他会成为我的威胁吗？他配吗？你看他长得那副模样，若不是那天龙界灵师给他撑腰，我还以为他是连修为都没有的垃圾呢。黄甫江心冷冷地看着那黄胡子长老，那冷冽的气息正是他所散发。江心少爷，老夫不是这个意思。黄胡子长老意识到说错了话，赶忙施礼道歉。黄甫江心轻哼一声，脸上怒气始终未消。倒是那黄甫江月开口道：“我说黄长老，我和我爹可是劝了我父亲好久，我父亲才答应这个计划的。你确定此法可行？可莫要真的便宜了那些草包们。”黄甫江月很清楚，除非真的能唤醒太古血脉塔的力量，那他们所得到的将会更进一步，否则还真就是要白白的给那些人拿好处了。黄胡子长老拿出了一个古老的卷轴，放心吧，江月小姐，老夫钻研诸多史料，可以确定，武者血脉越多，越容易唤醒太古血脉塔真正的力量。此次这么多人来，再加上我们准备充分，定然能够唤醒太古血脉塔真正的力量。至于那些人，只会成为你们做垫脚石。黄胡子长老自信满满。若黄长老所说属实，此次真能唤醒太古血脉塔真正的力量，我们也定不会忘记黄长老的恩情。黄长老，你先出去吧。黄甫江月话音落下，那黄胡子长老也是赶忙走了出去。只是走出之后，黄胡子长老的脸色却从殷勤转为不悦，心中更是怒骂：为你布局，还对老夫摆脸色，真以为你是族长接班人了不成？若不是圣宇少爷不在了，老夫用得着讨好你这草包？而战车之内，黄甫江月也是看向黄甫江心：弟弟，你要改一改心性了。外人在的时候，我不说你，但只剩咱们姐弟，我必须要说一说你。黄长老在族内也是有些地位的，前段时日已是突破天神境，父亲大人正打算让他升为我族护法长老。可闻言，黄甫江心却打断说道：他以前可是跟着黄甫圣宇的，若不是黄甫圣宇死了，岂会帮我们做事？若不是你劝我接受他的提议，我根本不会理他。黄甫江心道出了自己对那黄胡子长老的不满。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们此行若能成功，你可是有机会踏入2品真神的。黄甫江月对黄甫江心说道：2品真神又有何用？我早已超过黄甫圣宇，可父亲心中我却始终不如他，就只因我的血脉不如他吗？可我的修为已经超越他了。黄甫江心越想越气，黄甫圣宇简直就是他心头的一根刺，从小到大都压他一头，哪怕黄甫圣宇死后，黄甫天族都觉得他将成为黄甫天族族长的继承者，可他也仍然没能得到其父亲对黄甫圣宇那样的宠爱。但见黄甫江心如此，黄甫江月却也是面色转变，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态。你在这里怄气有何用？弑神之时待给出预言，父亲才不惜余力帮我们唤醒血脉，助我们突破的。你我确实突破到了真神境，可黄甫上武不也是1品真神？若是黄甫圣宇还在，你怎就知道他不会踏入2品真神？黄甫江月问道。你也觉得我不如黄甫圣宇？黄甫江心质问。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你年龄小，根本不知道黄甫圣宇出生前，我们的母亲有多受宠。自打黄甫圣宇出世，母亲的所有宠爱都被黄甫圣宇的母亲夺走了。现在黄甫圣宇死了，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可父亲最宠爱的却依旧是黄甫圣宇的母亲，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不行？你记住，自己的地位，别人的看法都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别人理所当然的就给你的。你以为父亲为什么同意了这个计划？是因为相信我们吗？还是相信黄长老？都不是，是因为黄甫战天，是黄甫战天说了好话，父亲才答应的。可黄甫战天为什么帮我们说好话？是母亲去求的他。这次是难得的机会，若真能唤醒那太古血脉塔，你的血脉将会蜕变，也许你真的能够超越黄甫圣宇。你想清楚吧，若是你不想争取，现在就回去，我自己来。黄甫江月怒声道。可黄甫江心却沉默了，片刻后抬头：姐，我知道了，我不会辜负你和娘亲的期望，我一定会唤醒太古血脉塔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取代那黄甫圣宇。塔令全部发下之后，太古血脉塔终于被催动，但却并没有直接打开太古血脉塔的大门，让众人进入其中，而是自太古血脉塔周围的地表之上出现了覆盖面积极广的阵法。那阵法被分割成了诸多领地，刚好与拿到塔令以及被塔令覆盖之人数吻合。在黄甫天族引导下，楚风等人也是进入那覆盖地表的阵法之中。其他人一脸兴奋，都觉得这捡便宜的机会开始了。楚风并未盲目高兴，而是认真观察。之前太古血脉塔并未正式开启，他看不出太多内容，但眼下阵法浮现，楚风自然能捕捉更多信息。诸位，入塔第一件事
便是唤醒太古血脉塔的力量。太古血脉塔力量被唤醒的程度，也决定着我们进入其中后可能得到的好处高度。这过程可能没那么容易，可走修武这条路本身就不容易。我们接下来的努力，关乎我们未来的收获。老夫恳请诸位务必全力以赴。讲话的正是那黄胡子长老，他立于半空之上，没了之前在黄甫江心面前殷勤的模样，不仅满脸郑重，讲话之时更是慷慨激昂。还别说，不少人被他带动，都做出了竭尽全力的表态。这不就是忽悠人吗？果然是利用我们啊！王强就坐在楚风旁边，暗中嘀咕：他们盘坐在阵法之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可与阵法相通，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将他们的血脉融入阵法之中。这是唤醒太古血脉塔的唯一方法。王强嘴上这样说，可是眼见着许多人已经开始融入血脉，这方天地都开始微微颤动，一切皆是源自于太古血脉塔。太古血脉塔的底端已是光芒璀璨，映照的天空都化为七彩斑斓，是诸多血脉正在争锋。王强也是蠢蠢欲动，准备展现他那四凶神体的力量。可就在此刻，楚风的手掌却放在王强那捏动法诀的双手之上。兄弟，我建议你做旁观者。楚风暗中说道。发现什么了？王强问。他了解楚风，若不是发现了什么，楚风不会这样说。你看，楚风望着太古血脉塔，血脉交汇如万家争鸣，但其中最强的绝对是九色雷霆。而太古血脉塔也发生变化，由下至上出现了百层光环，其他血脉连第3层都还没有爬到之时，代表着天级血脉的九色神雷已是来到了第30层的高度，并且还在快速攀升，是极有可能到达顶端的。而伴随九色神雷爬得越来越高，那太古血脉塔的光芒也越发耀眼，二者相互辉映，预示着血脉爬得越高，太古血脉塔给予的力量便会越强。但楚风要说的却不仅是这个，而是对王强讲述了他所观察到的这太古血脉塔此刻展现出的阵法结构。据我观察，这是一种竞技类的阵法，最终成功的只有一种血脉，那个时候其他血脉者将会成为最终胜者的垫脚石，若只是简单的衬托导也罢了，很可能会有所牺牲。闻言，王强瞪大双眼，嘻嘻，牺牲？莫非是要炼化我们？那倒不至于，但血脉可能会有损伤，虽是猜测，可阵法结构的方向确实如此。楚风道：我擦，知道他们卑鄙，没想到如此卑鄙。王强骂道：兄弟，你的血脉很强，非要说起来，咱俩是竞争对手，我不该让你放弃，因为若是你的血脉能够登顶，那这最终好处非你莫属，其他人只会成为你的垫脚石。可关键就是这里不止我一个天级血脉，有黄甫天族的人在，我将会得到极大的助力。若是由我唤醒太古血脉塔，所有天级血脉者都将受益，但却要连累你了。楚风说道。王强是聪明人，听到这里便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于是问道：是不是只要我不融入血脉，就不会成为垫脚石？据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楚风说道。楚风与王强虽是好兄弟，可也都是修武者，如这种好处没有让不让的，凭实力争取是最好的方式。但因黄甫天族的存在，便导致王强若想争，将对他极不公平。准确来说，是除了天级血脉，其他人都很吃亏，吃大亏。这便是楚风提醒王强的原因。兄弟，那我知道了，我假装融入，至于唤醒这太古血脉塔就交给你了。王强嘿嘿笑道。他有自知之明，相比于其他人只关注楚风的王之血脉，王强却很清楚，其实楚风那天雷血脉更加厉害，单独与楚风比拼血脉，他都没有把握，何况还有黄甫天族那么多高手。提醒过王强后，楚风起初也没有融入血脉，而是在流利观察。他的确也是天级血脉，但天级血脉之中也要有一个最强的才行，这个最强能够获得的好处无疑最大，甚至能起到主导作用。这黄甫天族确实准备充分，展现的血脉力量极其强横，简直势不可挡。眼下已是来到了太古血脉塔70层的位置，可也是到了这里，上升的速度开始有所减缓，越来越慢。楚风也注意到，黄甫天族那些族人，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的脸上，皆是露出了吃力之色，他们似乎快到极限了，看来是时候给他们鼓劲了。楚风正准备将自己血脉融入其中，那黄胡子长老却一声令下，用符。紧接着，黄甫天族所有入阵的族人手中都出现了一张符纸，那符纸非常古老，但却非太古之物，更像是远古之物。符纸催动，化作结界之力，融入地表阵法之中。下一刻，竟有一股怪异的力量自四面八方浮现。兄弟，那符不对劲啊！王强看向楚风，他们两个都未融入血脉，所以那股怪异力量没有笼罩他们。但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发现那无形的笼罩之力束缚住了所有融入血脉之人。很快，那股笼罩之力开始强行抽取那些人的血脉之力，那些人脸上的痛苦之色以及挣扎的表情，便是最大的证明。紧接着，处于太古血脉塔最低端的血脉之力，也是开始与九色神雷相融，而原本开始停滞不前的九色神雷，则是继续攀升。见此情形，黄甫天族那些没有入阵之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可唯有那黄甫战天却始终闭着眼眸，对于这一切似乎并不关心。我擦，太不要脸了！此举与邪门歪道有何区别？王强暗中惊呼。
同时也庆幸楚风提醒了他，不然眼下那痛苦的人中便会多他一个。诸位，坚持住，这是唤醒太古血脉塔力量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坚持住。黄胡子长老还在忽悠着不明真相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做黄府天族的垫脚石，不知道自己在被强行抽取血脉之力，还以为这是太古血脉塔的正常情况，于是尽管很痛苦，可却也咬牙坚持。这种情况下，九色神雷的力量很快便来到了太古血脉塔80层的位置，而那些被笼罩之力覆盖之人已是难以支撑，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昏死了过去。但哪怕昏死了，他们的身体也在持续虚弱，是因为哪怕昏死，那覆盖之力也在抽取他们的血脉之力，融入黄府天族的血脉之中。黄府天族丝毫没有罢手的迹象。妈的，不能看戏了！楚风知道黄府天族根本就没将那些人的命放在眼里，就算将那些人血脉抽干，断送前程，他们也毫不在乎。可实际上，那些人已达极限，黄府天族也已达极限。就算真的牺牲掉那些入阵之人，也无法唤醒太古血脉塔真正的力量。楚风知道他必须出手，不仅是为了太古血脉塔的力量，也是为了解救那些无辜之人。楚风早就观察好了一切，当他融入血脉之力那一刻，明面上没有任何差别，可那原本已无前进之力的九色神雷，却突然好像苏醒了一般，快速的向上攀爬，很快便来到了第90层。哇！这一刻更为刺耳的欢呼响彻，黄府天族无论阵内还是阵外，无论男女或是老少，皆是激动无比。太古血脉塔，他们不是第一次开启了，但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启成功过。之前最好的成绩也只是将血脉之力爬到了第85层而已，可如今竟来到了第90层，并且还在继续。此刻，就连黄府战天也是睁开眼眸，看到太古血脉塔上那耀眼的九色雷霆，就连他也是目瞪口呆。我去，此法竟真的如此可行！而阵法之中，一道身影竟站起身来，是黄府江星。他捏动法诀，浑身青筋暴起，任凭是谁都能看出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最关键的是，他身上散发的九色雷霆与太古血脉塔上的一模一样。今日这太古血脉塔将由我黄府将星唤醒，伴随着他的怒吼，那太古血脉塔的九色神雷直达塔顶。下一刻，所有血脉全部消散，回归到众人体内，唯有九色雷霆独自覆盖着太古血脉塔，雷霆交织，竟开始与塔身相融。忽然，太古血脉塔一道雷光射入高空，随即散去，竟化作九色雷霆覆盖整个天际。此刻，所有人都是屏住呼吸，就连黄府战天也是站起身来，不可思议地看着太古血脉塔。九色雷霆已彻底与太古血脉塔相融，散发着无可匹敌的气息，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太古血脉塔的力量被彻底唤醒了。于是，所有人的目光转而看向黄府将星，紧接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响彻开来。黄府将星，黄府将星！起初只有少部分黄府天族的人呼喊着黄府将星的名字，随后越来越多的族人呼喊，就连外人也开始呼喊。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觉得黄府将星就是唤醒太古血脉塔的最大功臣。感受到众人，尤其是黄府天族之人那崇拜的目光后，黄府将星那虚弱的脸上也是露出得意的笑容。这一日，他等待已久，终究还是到来了。他黄府将星终于名满天下，就连黄府江月看着自己的弟弟，也是欣慰地笑着。他知道这不是他弟弟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所有人的功劳，包括那些他眼中的草包们也有很大的功劳。可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觉得这是他弟弟的功劳，那便是他弟弟的功劳。今日之后，他弟弟黄府将星的名字将被黄府天族载入史册，